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6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来谈北京新发地，因为北京新发地呢最近呢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武汉瘟疫。那么这个武汉瘟疫是不是武汉二爆呢？就是跟武汉瘟疫有关，现在是第二次爆发呢？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不是武汉瘟疫在北京的第二次爆发，而就是北京新发，也就是北京新发地新发了这种冠状病毒。那么这个病毒发展的是非常的快，也就是北京市一下子大规模的从这个新发地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市场啊向全国辐散。因为新发地它实际上是北京最大的这个农贸市场，它供应着北京所有包括党政机关里面所有的素菜副食品供应，所以说涉及到千家万户。那么新发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新冠疫情以后，一下子就引起了北京极大的恐慌。那什么传闻都有，很多人都在讨论源头。这个源头你觉得哪来的？这100%是两会闹的吗？这不是两会代表带到北京来的吗？所以呢，北京呢现在就采取了封堵毁的几个手段。封呢就是首先封住海外，不让海外呢再有人呢能够坐飞机把所谓的国外输入型的病毒呢把它控制在国门之外，不让他们到北京来，这是他们采取的一贯的一个方法。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堵住进京，也就是全国各地各大收费站所有的这个路口都把它堵住，不让别人再到北京来了。也就是北京首先是不让外面输入进来，那么北京本身的患者就毁掉。怎么毁法？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新发地市场里面当时使用微信支付的、使用支付宝的这所有人，大致有多少？大致一共有35万人，这些人在第一时间全部找到了，所以这些人通通拉去检测完了以后，这些人呢只要你们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不管你有没有问题有可能疑似的，通通用大客车拉到北京附近的城市唐山啦、廊坊啦，也就是按照他们讲，北京是绝对不留任何病毒的隐患。然后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把很多疑似是还是不是的就把他们赶到北京之外去了，这就是北京市政府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新发地爆发的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一下子呢就引起了不光是北京紧张，中国紧张，世卫组织也紧张了。所以世卫组织到昨天他就公开发表声明，要跟北京要北京病毒的这个基因序列了。昨天世卫组织发表声明说，他们非常关注北京的疫情，希望中国尽快分享北京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谭德赛现在换了个套路啊，因为川普给谭德赛就1个月时间了。谭德赛他反复要解释，他跟北京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他过去经常夸北京是为了讨好北京，套出北京的资料，因为北京的资料也不给我们。所以谭德赛现在换的套路就这样，你看他现在他就只说我们现在跟北京要这个序列啊，北京也不给我们啊，所以说不是我们跟他们沆瀣一气，我们跟他勾结啊，没有啊，他们隐瞒你们世界，隐瞒你们时候也隐瞒我们世卫组织啊。所以谭德赛呢，他现在就换了这么一个方式，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被中国蒙蔽。过去呢，他们说好话哄中国，都是为了套取北京的资料。所以谭德赛呢，现在呢是为了讨好美国。他昨天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根据北京市公布的北京这一轮新冠疫情这个爆发的这个数字呢，说只有45例。谭德赛马上就说，肯定不止45例，根据我们世卫组织掌握的，至少破了100例。所以小粉红马上就怒怼谭德赛啊，你吃里扒外啊，美国都上万了，你怎么不讲？你在我们北京计较我们过没过百？谭德赛现在就是里外不是人。但是谭德赛他现在没办法，川普给他30天时间，很快就到了。川普是100%要调查世卫组织，100%要通过谭德赛去了解世卫组织跟中国的所有勾结。你现在讨好美国晚了，而且你讨好美国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中国的小粉红要怼你，中共有可能要抛弃你。中共一旦感觉你谭德赛没有利用价值了，马上就卸磨杀驴。所以说谭德赛现在指责北京，说北京公布的现在只有45例的这个感染数字是绝对隐瞒了，是少报了，至少要100名以上。你这种做法就让小粉红已经非常的气愤了，因为美国每天上万你都没有报，你盯到我们北京只有100名。再说你谭德赛是我们中国豢养的狗，你现在不为我们说话，你去为美帝国主义说话，到了这个时候肯定小粉红要找谭书记算账啊。而谭书记知道啊，美国得罪不起啊，中国也得罪不起啊，所以谭德赛最后就是里外不是人。而中共的官方呢，中共的官方他是宣称这个病毒是来自欧洲的。中共振振有词啊，从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以后，他马上就宣布这个是欧洲来的。6月12号，北京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就在排查中说是发现了新冠市场有40件环境阳性样本。当天晚上呢，新发地市场的那个董事长叫张玉玺，他接受采访时候就说，相关部门抽检已经从进口的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到了新冠病毒。
这是那个董事长就说，马上就把这次病毒的来源赖到人家三文鱼头上，赖到人家欧洲头上。到6月14号，中共的官媒又爆出，说是中国科学家观察到北京此次流行的病毒不是中国早期的武汉的那个冠状病毒，而这个毒株呢是来自欧洲流行的毒株。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一个专家叫杨鹏，杨鹏说，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列，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跟欧洲输入性有关。那么病毒究竟怎么来的呢？凭什么就说欧洲来的呢？赖在人家三文鱼头上呢？此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一个专家叫曾光，他也说毒株不像我们国内武汉流行的毒株，这个类型很像欧洲的类型，也就是他们马上就找到人家欧洲甩锅。他们现在仅仅几天，他们已经确认这是欧洲输入了，怎么输入的，通过什么输入的，他们一样解释不出来。他们先赖在人家三文鱼头上，三文鱼又不会说话，他们就赖就行了。所以呢，一边是把这个大方向把源头赖到人家欧洲，一边呢，蔡奇呢就找下属顶锅，蔡奇马上就撤了人家丰台区副区长的职务。首批被蔡奇免职的一共3个官员，一个是丰台区副区长叫周雨清，第二个是丰台区华乡的党委书记叫王华，第3个就是这个新发地农产品市场的总经理叫张月林。这3个人就给蔡奇把职务撤掉了，因为蔡奇他把所有的这个锅都甩给别人，源头来自于欧洲，然后办事不力的是下属，把这3个下属撤职了。为了证明北京市委他所有的做法是正确的，中国疾控中心还认定这次新发地的病毒它肯定是来自欧洲。北京市疾控中心更是公布了进口三文鱼那个案板它是带毒的，带有冠状病毒。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蔡奇，那么一个丰台区的副区长，他有什么能力能够阻挠欧洲输入呢？能够阻挠欧洲向北京传呢？欧洲的病毒都传到中国来了，才撤销掉一个副区长，至少要撤一个政治局委员哇！所以中共又在重复当年武汉瘟疫甩锅的事，武汉的事情就甩锅人家美国。中国这些专家、这些学者、这些领导，这个病毒来源啊，全凭他们一张嘴就满口胡说八道。实际上这些病毒都是什么？都是你中共刻意安排，甚至是你中共实验室里面流传出来的。因为根据加拿大最近披露的政府文件，就明确认定去年7月份被加拿大警方带走的华裔科学家叫邱香果，曾经就给中国武汉他这个研究所里面运去了致命的这个武汉病毒。根据 CBC 的报道，按照信息获取法规获得的政府文件显示，邱香果他就去年从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向中国运送了埃博拉致命病毒原体的具体信息，这就是加拿大政府文件披露。因为去年7月份，邱香果是一个华裔科学家，在加拿大他这个病毒研究的成果获得加拿大政府最高奖项的。邱香果和她的丈夫，她丈夫叫陈克定，他们都是前任学者，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他们夫妇包括他们整个实验室的学生，通通被警方在去年7月份全部带走。因为加拿大警方从他们加拿大国家微生物研究室里面，这是加拿大唯一一个4级实验研究室啊，从这个研究室里面起获了很多研究资料，证明邱香果他们夫妇2口子把重大的病毒的样本输送到中国，就是输送到武汉。而且呢，他们盗取了大量的加拿大国家的这些生物病毒的机密，然后呢把它输送到中国。因此加拿大骑警呢对他们和实验室里面其他学生呢进行了搜查，然后把他们带入了警局。目前加拿大政府正在根据邱香果他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对他们这批的病毒来源以及跟武汉病毒的泄露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就是说，现在无论发生在中国武汉的，还是发生在北京新发地的所有的这些病毒来源，它是否是实验室泄露，还是说它有什么其他途径，目前还在调查中。根本就不是中国的疾控中心的专家一口咬定是欧洲输入的，也更不是武汉早期所甩过人家美国，说是美国军运会由美国的运动员带到中国来的。中共呢，它往往就是在重大事件面前呢，对全世界欺骗、隐瞒和撒谎，然后对老百姓进行愚民，让这些专家学者去欺骗广大民众，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误以为所有的病毒都来自于帝国主义，来自于美帝国主义，来自欧洲，来自他们想破坏我们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共一贯的伎俩。对内呢，他们就是封锁消息，对老百姓愚民；然后对上呢，他们就是欺骗，然后吹捧麻痹。习近平过个67岁生日，中国的《学习时报》他居然大幅的刊登吹捧习近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习近平心里面很满意啊，又当上了马克思啊。人家马克思好歹也是德国波恩大学毕业的好不好？人家获得过德国洪堡大学的哲学硕士，获得过德国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
列宁再怎么差也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毕业的，而你习近平一个梁家河小学毕业的，你的学识可能连马列的100万分之1都不到啊！可以讲马列的著作，我觉得习近平他根本就没看过。你别看他背那么多书的，他根本就不懂马列，他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吹捧自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有什么学识啊？我有一个在浙江的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真是假的，我呢就不知道了。说是习近平刚刚到浙江省当省长的时候，他省委办公厅呢安排习近平呢到下面去视察，他们安排视察的这个点呢是岳母刺字。那么习近平就说到岳母刺字干什么？换一个地方。那岳母刺字那刺字多疼啊！可以讲也只有丈母娘对女婿才下得了这个手，要是亲妈肯定吃不下去的。换个地方。这底下办公厅人员看就傻了啊！习总就这个认知水平啊！他们赶紧说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就跟习近平讲，那我们去雷峰塔吧。习近平就说雷峰塔可以啊，去雷锋可以。习近平就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就去了雷峰塔。他围着雷峰塔绕了3圈以后，他跟随行人员讲，毛主席了不起啊！不但号召全国人民学雷锋啊，还给人家雷锋建一座塔。底下人一看就傻了，所以底下人就知道习近平的这个水平，就知道习总本来不是清华毕业的嘛，怪不得习总经常讲梁家河有大学问啊，梁家河毕业就这个水平啊。所以说要想心态好，就要文化少。习近平的这种文化也就被当地的官员传为笑话。但是呢，吹捧习近平人有的是，他从省长当到省委书记，当到中央的总书记，当到现在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中国那些无耻文人就天天在吹捧他。中国作协有一个副主席说，习近平“一带一路”的讲话已经是当代文学的最高典范，成就早就超过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说，中国当代的文人呢，你要骂他无耻呢，我告诉你讲，都会玷污了无耻2个字。中国文人标榜的最高境界叫做什么？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文人标榜的一个很高境界啊！但是中国的文人是全世界讲话最好听的文人，在当下的中国，中国的文人实际上是什么？是穷则摇尾乞怜，达则助纣为虐，这就是中国当代的文人的状态。中央党校有一个教授叫蔡霞，坊间呢传说他最近呢到了美国纽约，所以说呢他有一段在网上的录音呢，不断地在网上给大家呢播出来。这段录音呢是他讥讽和他批评习近平的。他认为习近平继续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终就会导致亡党亡国。他的焦虑是共产党要亡了，他的焦虑是习近平的能力太差，习近平的水平太差，管理不好这个党。让习近平现在再这么搞法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来讲，党就完了。所以他非常心疼党快要完了。对他的这种讲法，民运圈有很多人为他叫好。有很多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所谓大 V、所谓民营人士为蔡霞的这个观点直接竖大拇指。我简直不知道共产党亡了你焦虑什么？蔡霞焦虑的亡党亡国，他是为了挽救党，他是嫌习近平无能，他是嫌习近平水平差，他是嫌习近平不能够继承党的宏伟伟业，他是为这个党着急。你焦虑什么？你也希望这个党一直存在吗？那习近平把那个党折腾完了有什么不好？换一个别人来，是不是你想给共产党继续续命呢？蔡霞的观点你从头到尾可以看，他都是为了保住党，保住党国在中国的利益，保住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永远的统治和压制，保住共产党控制中国政府，控制14亿老百姓，然后这个党在中国继续进行他们邪恶的专制统治。蔡霞他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理论家，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御用文人。他这种文人和我刚才讲的穷则摇尾乞怜，达则助纣为虐有区别吗？不过他是换了一个方式，他是嫌习近平个人不好。习近平个人好不好，不管习近平是好还是不好，共产党都肯定是不好。换任何人来，这个人如果不是来推翻共产党的，是来挽救共产党的，是帮共产党续命的，那么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民运圈里面很多人为蔡霞的观点叫好，为蔡霞去鸣锣敲鼓，我就不知道这些民运圈的人，你究竟是在反共呢，你还是在保共呢？那种改良保共的观点，在整个民运圈里面已经盛行了30多年。很多民运人士、民运理论家，包括很多为民运事业奋斗、坐过牢的大量的所谓民主革命家，这些人到今天他们反而要来保共了。他们要习近平下台的目的，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要换一个人来给共产党续命。那我就不懂，你现在打倒习近平的这个大方向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他这个人吗？毁灭他这个人吗？共产党因为一个人毁灭以后，这个党就毁灭了吗？共产党某一个领袖死了，这个党就死了吗？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死了，共产党亡了吗？
邓小平是共产党的领袖，邓小平死了，共产党亡了吗？所以根本就不在意共产党他究竟换掉哪一个人，换哪个人都不重要，关键是要共产党灭亡。我们这个宗旨和目的就是要铲除共产党，就要共产党死亡。连蓬佩奥这么一个美国国务卿，美国的政治家都能够认识得那么清楚，中国的问题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共产党专制在中国统治老百姓的问题。所以说摧毁了这个专制制度，摧毁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民主解放。连美国的政治家都认识得清清楚楚。这么多所谓的中国的政治的民间领袖，那么多研究民运几十年，甚至为民主革命做过很多年牢的这些民运革命者，他们居然都那么糊涂，认为蔡霞的观点是正确的，绝对要把习近平搞下台，因为要给党续命啊，党在习近平手上再这么搞就完蛋了。这样的人，你觉得他是民主革命家吗？他实际上是康有为这样的保皇党、保良派，是保共改良派。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这些人的思想和这些人的焦虑都是非常非常危险和非常非常可耻的。我从来不会去赞美蔡霞，我对蔡霞的观点是完全批判的，因为像蔡霞这种观点在中国大有市场，有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干得不好，要把习近平换掉，因为我们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按习近平这样干，我们共产党就完蛋了。现在我们绝对不能亡党亡国，我们一定要挽救党、挽救国家。在他们的眼里面，党就是国，国就是党。他们要挽救的共产党，实际上就是要挽救共产党在中国实行的血腥的、残酷的统治嘛。这种统治，很多人在这个统治里面都是既得利益者嘛。所以他不愿意他这个利益受损失，他才要挽救党嘛。他看到习近平不行，他认为习近平这样搞法的话，党就完了，党完了他的利益就完了。所以说他们现在打倒习近平的目的，他不是要习近平和共产党一道灭亡，他是要保党去习。蔡霞就是这个观点嘛，你去听听蔡霞他所有的录音，他表达的什么观点嘛。所以像蔡霞这种理论是非常有害的。海外民运圈，海外很多民主人士能够追捧蔡霞的，能够把蔡霞当做那么回事的人，这个人他自身，你不要管他过去做没做过牢，是不是民主革命者，你只要看他能赞同蔡霞的这个观点，就说明这个人他实际上他是在保护共产党、维护共产党，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本人吃再多的苦，被共产党打击的再大，他今天都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就这么简单嘛。共产党为了保党，共产党现在是在党内不断的清除异己。习近平可以讲这几天是急眼了嘛？习近平要坚决的消灭那些在党内对他整个统治有妨碍的人。最近在公安系统就大动干戈嘛，公安部又弄掉一个副部长叫孟庆峰，前几天又撤掉了重庆市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叫邓慧玲。重庆市私人公安局长每一个人都在监狱里面的，这些人都没有好果子。第一个是文强，文强我们看到是王立军把他弄倒的，然后王立军很快又被打倒了。王立军倒了以后，来了一个叫何挺，何挺没有几天，何挺又被消灭了。今天又消灭了邓慧玲，也就是重庆这么近10年来所有的公安局局长里面，要么像文强这种被枪毙的，要么就是现在在牢房里面被共产党双规的。习近平现在就是要坚决消灭打击那些妨碍他自己要终身制的这些力量。他弄的孟庆峰也好，这个邓慧玲也好，实际上都是孟建柱这个派系。而孟建柱这个派系，大家毫无疑问都知道，他是跟江泽民派系是有关的。所以说，习近平他现在打击孟建柱这个派系，实际上还是要清除多年来的各种横在他自己政治道路上的各种对手。包括前2天司法部政治部的一个主任叫冯丽君，是个女的，这个女的突然在北京她自己住的16层楼跳楼自杀了。你想想看，已经到了一个省部级高官了，为什么要自杀？是对这个党没有任何信心的话，知道跟着这个党混的话，他如果一旦被抓进青春，他还不如他自杀了好，因为他自杀了，很多事情就到他为止了，可能他家里面人不受什么牵连，因为家里面人可以抵赖的干干净净，我们都不知道，你们问他嘛。但是如果他被抓进秦城，就变成你交代也得交代，你不交代也得交代，而且你交代就得出卖上级，出卖现在仍然在台上的人物，而这些人一定会打击你，甚至会迫害你的家人。所以说，这些人往往中共的高官，他们一旦感觉到纪委要找他们，他们不如跳楼死掉为止。这个冯丽君是个女性官员，她本人涉及的案子是涉及到原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赵正永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陕西2个大案都涉及到他。最终是崔永元和高法的一个法官叫王林清，他们举报周强，然后通过周强设计出来的赵正永的大案。那么陕西这个大案，最终赵正永因为他个人贪腐资金7个多亿，现在赵正永已经受到中共的审判。那么赵正永的案子就拖出了这个女的，现在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叫冯立军的这个人。那么这个冯立军这个冯主任就感觉到已经大祸临头了，所以他前2天就选择跳楼自杀。这就是共产党高官的结果。因为共产党的高官可以讲叫朝不保夕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现在走的这个政治道路，每一条路上每攀附的一个政治贵人是不是都是正确的，或者那个人会不会影响到自己，或者是自己因不因为站错队，最终被对方的政治势力所打击。所以说死的死，抓的抓，这就是共产党高官的下场啊！你是一个专制制度嘛？专制制度像蔡霞他吹捧的，他要维护的是这个共产党的体制，他要去除的是像习近平这种有可能把共产党折腾灭亡的人。他们要维护的共产党就是要维护共产党这个体制，维护共产党所有的既得利益人的他们这一块利益。因为你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你不是民选制度，就必然靠强权来维持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潮，中国共产党它在外面渗透这个红色力量，让国际社会、让世界对他们看得没有那么轻，是因为能够像蓬佩奥这种看清中国政治的人真的不是很多。而共产党正是因为它在全球第一用经济利益捆绑了绝大部分的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第二个就是什么？共产党它在输送它这种红色思维文化，而这种红色思维文化在欧美现在已经有相当的市场。所以中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公然地在香港推行他的香港港版国安法。他们根本不管你全世界你怎么看，我就这么干。那么你中国这么干，那么作为全球国家，欧盟国家很多人都是装聋作哑，默克尔啊、马克龙啊都是装聋作哑。但是在香港问题上，最主要的国家就是美国和英国，他们的态度才能够决定西方社会真正对香港是放弃还是为保卫。这2天，英国外相拉布他已经强硬地表达了他的态度。拉布在有一个讲话里面明确就说，英国不会因为中共要挟汇丰银行而放弃对香港人的承诺。因为拉布就说了，汇丰银行是企业，企业有自己的盈利规则，企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说英国不会对汇丰银行强加要求他们做出什么选择。但是英国不会因为汇丰银行它的分红、它的这个利益判断而牺牲香港人。这是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他最新宣布的，也就是英国外交大臣他宣布的立场，就表达了英国政府现在是要保护香港人的。那么毫无疑问，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是一定要捍卫香港人民利益的。这2天，杨洁篪希望能够跟蓬佩奥在夏威夷见面，他其实就是杨洁篪向美国跌软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向美国跌软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是中方主动要求一定要跟美国谈，而跟美国谈要谈就是跟蓬佩奥谈，跟别人谈没有用。中方本来想绕过蓬佩奥，美国就告诉他没可能，蓬佩奥是主管美国外交事务的，如果你中国有任何涉及到美国外交事务的事，只可能跟蓬佩奥谈。因此中国呢只能派出杨洁篪跟蓬佩奥2人交流，说句真话，就是一种求饶，就是希望蓬佩奥手下留情，至少对中共的一些高官打击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打击的这个台阶上得太高，打击的这个人物太重要，打击一些底下人就算了。中共呢，他是特别怕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些副国级以上的官员受到美国直接的打击，因为如果是这样，中共很多高级官员呢，他们就会考虑自己的取舍了，就说犯不犯得着为党国来得罪美国，那最终就是说党国虽然也没保护你，而美国一定要打击你，党国到最后肯定是卸磨杀驴的啊。所以说呢，杨洁篪他来找蓬佩奥，他肯定有这方面的考量，希望呢美国呢在出台各种打击政策的时候，要对中国高官要手下留情。但是你要知道蓬佩奥什么人啊？蓬佩奥就是说你怕什么他就打你什么。因此杨洁篪这次跟蓬佩奥的谈话之后，我相信蓬佩奥会拿出美国国务院行之有效的方案，对中共给予狠狠的打击。美国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一招牌，就是美国可以一直扶持台湾，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双边互动，和台湾加强美台关系，在每次促成美台关系的时候，都会刺激到中共。现在蔡英文总统已经完全意识到对美国关系的极大的重要性，因此蔡英文就刚刚任命了台湾一个对美国非常了解的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民进党的立委，叫萧美琴，任命萧美琴为中华民国驻美国的代表，实际上就是驻美的全权大使了。因为美国和台湾现在没有外交关系，代表中华民国、代表台湾驻美国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就是大使。而萧美琴这个人呢，他有特殊的身份。萧美琴这个人的父亲是台湾人，他的母亲是美籍，他本人是出生在日本神户的，也就是说他出生在日本，但是他成长于台湾，他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台湾读的。到高中以后，他就进入美国了，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的硕士。因此呢，他这个人既有日本出生的背景，又有台湾受教育的背景，更有美国求学美国上大学的教育背景。
这个人到今天仍然是个单身贵族，他50岁不到，他是一个70后。也就是说，这个肖美琴他出任台湾驻美国大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他作为台湾人来讲，他是美国通，他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他跟蔡英文的教育背景非常的像，因为蔡英文的大学也是在美国读的。那么同时，他又是蔡英文的坚决支持者，他也是民进党的立委。他这次担任驻美国大使，毫无疑问来讲是蔡英文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派出一个重要的干将。那么美国他不断的扶持台湾，他实际上就是对打击中共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说川普在下一个任期甚至能正式承认台湾，跟台湾能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共离灭亡的道路在川普的下一个任期里面就完全有可能得到实现。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